我被樹弟沈明軒下藥，送到了他至交好友陸景行的床上。一夜荒唐後，陸景行不得不娶我，可看我的眼神裡全是厭惡，而他放在心尖上的表妹林婉，轉頭卻嫁給了我的樹弟，成了我的弟妹。那時候我還傻傻的以為相處久了總會有點感情，可就在我們成婚的第2年，林婉鬱鬱而終。緊接着沈家滿門遭難，無一幸免。就在那時，陸景行突然像變了個人，對我溫柔體貼起來。我今天真的以為他終於知曉我的心意，直到他親手把箭射進我的心口。他惡狠狠地說：沈婉雲，你占了我兒的位置這麼久，該還了。在醒來時，我竟然回到了被下藥的那個晚上。我猛地睜開眼，胸口仿佛還殘留着被利箭刺穿的剧痛，但下一秒，一股熟悉的燥熱感就從心底燒了起来，那是西域媚藥發作的徵兆。我立刻拔下頭上的金簪，狠狠扎向大腿，尖銳的疼痛讓我瞬間清醒了不少。我費力推開窗，手腳並用地爬了出去，繞到側面回廊，果然看見沈明軒的貼身大丫鬟碧桃正鬼鬼祟祟地躲在柱子後面往這邊張望。我悄悄走到她身後，抓起回廊上擺着的瓷瓶，用盡全力砸向她後腦，砰的一聲，碧桃軟軟地倒了下去。我把她拖進房間，扒下她的外衣給自己換上，又從懷裡摸出沈明軒之前落在我這裡一塊玉佩，塞進了碧桃汗濕的懷裡。好弟弟，這份大禮你好好收着。我低聲冷笑，前世我就是被那個看似恭順實則狼子野心的樹弟沈明軒算計，送上了他好友陸景行的床，從此身敗名裂，淪為京城笑柄。陸景行被迫娶了我，而他心裡真正喜歡的林婉卻嫁給了沈明軒，成了我弟妹。這一世我要讓你們這對狼狽為奸的兄弟好好享受這份驚喜。我翻牆出府，本想去找個醫館解毒，卻因藥效發作，迷迷糊糊闖進了一處戒備森嚴的別院屏風閣。姑娘，深夜擅闖本王本公子的地盤，這可是死罪。一個帶着幾分慵懶幾分危險的聲音從頭頂傳來。我抬頭對上一雙深不見底的鳳眼，是蕭九淵，京城傳聞中那個荒淫無度只知玩樂的閒散王爺。前世我死前才知道，他才是這大周朝真正的掌權者，权傾朝野，手段狠辣的摄政王。前世我最怕的就是這位喜怒無常的摄政王，可這會兒藥進上頭，看着他那張俊美的臉，我居然覺得格外順眼。既然要找人解毒，何不找個全天下最有權勢的？沒走錯，找的就是你。我拽住他的衣領，直接親了上去。蕭九淵顯然沒料到有人敢如此放肆，這一夜過得糊塗又荒唐。天還沒亮，我趕緊穿好衣服溜走，卻完全沒注意到我發間的一隻白玉耳墜掉在了那張軟榻上。我翻牆回相府的時候，天邊剛泛起鱼肚白，西院偏僻小徑的青苔上留下了幾個帶水的腳印，不過很快就被升起的太陽曬乾了。推開房門，丫鬟紫蘇眼睛紅腫地撲過來：小姐，您昨晚去哪兒了？奴婢都快急死了。看着紫蘇還帶着稚氣的臉龐，我有些恍惚。前世陸景行那裡一個模樣很像林婉的小妾，對她百般疼愛，後來那小妾誣陷我害她小產，陸景行根本不聽我辯解，是紫蘇站出來替我頂了罪，被活活打死在院子裡。紫蘇，我輕輕擦掉她的眼淚，手指碰到她溫熱的臉頰。這一世誰也別想動你。小丫鬟愣住了，幫我梳洗一下吧。我轉移了話題，眼唇打了個哈欠。都怪蕭九淵那個混蛋，昨晚誰都不服誰，非要爭個高低，弄得我渾身酸軟。府裡還有別人知道我昨晚不在嗎？紫蘇搖搖頭，奴婢沒敢聲張，就自己偷偷找您來着。她的目光掃過我脖子上的紅痕，懂事的低下頭。怎麼了？我看向紫蘇，小姐，您的耳墜少了一隻。我心裡咯噔一下，那是母親留給我的遺物，可能掉在哪了吧。我故作鎮定，梳洗收拾時，看着鏡子吸了口气，没想到這個蕭九淵還真是讓人印象深刻。快到辰時末的時候，北院客房那邊突然鬧哄哄起來，而我正對着鏡子畫眉。小姐，北院那邊出事了，陸世子發了好大的火。紫蘇慌慌張張跑進來，我不緊不慢地放下眉筆，手指輕輕碰了碰絲巾下的紅痕，不急，讓這場火燒得再旺點。前世這個時候，我正衣冠不整地從陸景行的床上醒來，面對滿屋子人輕視的目光，而今天，走吧，該去看看我特意為沈明軒準備的好戲了。北院主屋前擠滿了下人，我算準了時間出現，正好看見沈明軒揪着陸景行的衣領怒吼：陸景行，你居然敢動我姐姐，你對得起婉兒嗎？我的腳步頓了一下，指甲深深掐進手心。我的好弟弟，都這種時候了，心裡惦記的還是他的林婉。推開門，屋裡亂成一團。陸景行臉色陰沉地坐在床邊，中衣敞開，露出結實的胸膛，而床上那個低頭哭泣的女人，正是穿着我衣服的碧桃。二弟，大清早的吵什麼呢？我懶洋洋地靠在門框上，聲音帶着剛睡醒的慵懶，兩雙眼睛同時死死盯向我。沈明軒的臉色變來變去，精彩極了，震驚、不敢相信、慌亂。而陸景行那雙總是高高在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又慢慢轉向床上的碧桃，聲音冷得像淬了冰。你是誰？碧桃抬起頭，哭得可憐兮兮的。世子昨晚喝多了，硬拉着奴婢，奴婢挣不開。是嗎？陸景行眼神陰鸷，他昨晚確實喝斷片了，隱約記得是個女人，卻看不清臉。這不可能。沈明軒看到床上的人是碧桃，臉都青了。我明明安排的事。他突然閉上嘴，驚恐地看了我一眼。我慢慢走到桌邊，給自己倒了杯茶，手腕上的翡翠鐲子輕輕碰撞着，
你明明安排的什麼，怎麼不說了？我强忍笑意，柔聲問他。沈明軒強裝鎮定，咬牙切齒。长姐昨晚在哪兒？我迎上他的目光，笑得一臉單純。一直在房裡啊。倒是弟弟，昨晚不是说要請陆世子賞月嗎？怎麼把自己的貼身丫鬟賞到世子床上去了？陆景行敏銳地抓住了沈明軒不自然的神情，目光在我和沈明軒之間轉了幾個來回，最後停在我脖子上，那裡有蕭九淵留下的痕跡，雖然用粉遮了，但細看還是能看出端倪。他的瞳孔猛地一縮，一塊玉佩突然砸在沈明軒腳邊，清脆的碎裂聲嚇得碧桃一哆嗦。是沈明軒從不離身的玉佩。沈明軒，陸景行一字一頓地說。你真是打得好算盘。我低下頭，遮住嘴角的笑意。狗咬狗，這戲真好看。不，這不是我的。沈明軒慌忙撿起玉佩，突然指向碧桃。是他，肯定是這個賤婢偷了我的玉佩。二少爺，明明是您讓奴婢把迷情香。閉嘴！沈明軒一巴掌甩過去，打斷了碧桃沒說完的話。碧桃嘴角滲出血絲，不敢再言。我冷冷地看着這出鬧劇。前世沈明軒為了滅口，親手給碧桃灌了啞藥發賣了，現在看他反咬沈明軒一口，心裡倒是格外痛快。倒是你的通房丫頭，為何會爬上陸世子的床？這得問你這個主子平時是怎麼教規矩的吧？你胡說，明明是你，二少爺救我，二少爺救命啊！床上的碧桃終於回過神來，連滾帶爬地撲向床沿，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陸景行覺得惡心至極，正要一腳將她踹開，眼角卻猛地瞥見了枕頭底下露出的一截明黃色穗子。他一把扯出那個物件，看清的瞬間，臉色徹底黑成了鍋底。那是一塊羊脂玉佩，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一個軒字。沈明軒。陸景行揚起手，將那塊玉佩狠狠砸在沈明軒的臉上，玉佩碎裂，在沈明軒額頭上砸出一道血口子。你拿個下賤的通房來算計我？你當本世子是什麼人？可以任由你這般折辱嗎？陸景行雙目噴火，一把揪住沈明軒的衣領。沈明軒被砸得頭暈眼花，看着地上的碎玉，嚇得魂飛魄散。不，陸兄，你聽我解釋，這玉佩不是我放的，是他，肯定是沈婉雲偷了我的玉佩栽贓我。沈相看着暴怒的侯府世子，為了平息對方的怒火，保住相府的顏面，他竟然猛地轉頭，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罵，一個沒用的東西，連個下人都管不住，讓相府出了這麼大的醜，還不趕緊給陸世子跪下磕頭認錯。我死死攥緊了藏在袖中的雙拳，指甲深深掐進肉裡，眼底猩紅一片。父親，我揚起下巴，死死盯着這個偏心到極致的男人，字字泣血。做錯事的是二弟的丫鬟，被算計的是陸世子，憑什麼要我一個清清白白的嫡女下跪認錯？難道在父親眼裡，為了保全庶子的名聲，就可以隨便把嫡女的臉面踩在腳底踐踏嗎？沈相被我當眾頂撞，氣得渾身發抖，揚起巴掌就要扇過來。反了你了，老夫今日非打死你這個忤逆不孝的畜生！陸景行被我剛才那番剛烈的話鎮住，眉頭緊鎖，伸手攔住了沈相。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複雜，但語氣依然高高在上。沈相，此事你必須給我侯府一個交代。沈明軒見陸景行真的動了怒，徹底慌了，他猛地指向我，惡毒的髒水毫不猶豫地潑了過來。陸兄，你別被他騙了，肯定是他嫉妒婉兒妹妹能得你青睞，故意把碧桃塞進你房裡，想借此破壞你和婉兒的婚事。這玉佩也是他偷的，他就是個心思歹毒的毒婦。跪在地上的碧桃聽到沈明軒要把罪名全推給別人，知道自己如果背下這口黑鍋必死無疑，他突然發瘋般撲過去，死死抱住陸景行的腿。世子明鑑，是二少爺讓奴婢在大小姐的茶裡下藥，說要把大小姐送上您的床，奴婢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暈倒在您床上啊！賤婢，死到臨頭還敢攀咬主子！沈明軒臉色慘白如紙，惱羞成怒之下，一腳狠狠踹在碧桃的心窩上，撲碧桃被踹得飛出去1丈遠，狂吐出一大口鮮血，抽搐了2下便沒了動靜。陸景行看着這一幕，徹底看清了沈明軒的真面目，他冷笑連連，看沈明軒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堆垃圾。好得很，沈明軒，你真是我的好兄弟，這筆賬我永寧侯府記下了。說罷，陸景行拂袖便要離去，可就在他轉身的瞬間，他的目光突然像毒蛇一般，死死盯住了我的脖颈。沈大小姐口口聲聲說昨夜在房中抄經，陸景行一步步逼近我，嘴角勾起一抹惡毒的冷笑。那你脖子上這塊紅痕又是從何而來？全場死寂。沈相順着陸景行的目光看去，看清我脖子上那塊曖昧的紅斑後，臉色瞬間鐵青，勃然大怒。不知廉恥的畜生，你昨夜到底幹什麼去了？來人，請家法，把這孽障給我綁到祠堂去，叫穩婆來驗身。若真失了清白，老夫今日就親手勒死你！幾個粗壯的婆子如狼似虎地撲了上來，我步步後退，手死死攥着袖口，心跳如擂鼓。驗身，一旦驗身，我昨夜失身的事就會徹底暴露，等待我的只有沉塘這條死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管家連滾帶爬地衝進院子，聲音因為極度的恐懼而劈了叉。老爺，攝政王殿下駕到！話音剛落，一道修長挺拔的身影踏着滿院的寒氣，強勢踏入正廳。蕭九淵一身玄色金絲蟒袍，腰間束着玉帶，那股從屍山血海裡淬煉出來的殺伐之氣，瞬間壓得所有人雙膝發軟。撲通撲通，院子裡跪倒了一片。蕭九淵徑直走到主位坐下，狹長深邃的鳳眸漫不經心地掃過全場，最後如同鷹隼般死死鎖定在我的身上。沈相冷汗直流，瘋狂磕頭，不知殿下大駕光臨，
微臣有失遠迎，罪該萬死。蕭九淵把玩着拇指上的血玉扳指，聲音慵懶卻透着徹骨的寒意。本王昨夜在相府後巷的馬車裡歇息，遇上個不知死活的野貓，不僅撓了本王，還偷了本王的東西。我渾身一僵，指甲深深掐進掌心，連呼吸都停滯了。沈明軒和陸景行察覺到蕭九淵那極具壓迫感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嚇得大氣都不敢喘，眼神中充滿了驚恐與探究。蕭九淵修長的手指探入袖中，慢條斯理地摸出一樣東西。沈明軒和陸景行同時看向我，我先是慌了一下，馬上鎮定下來。沒見過。我低下頭，矢口否認。哦，原是沒見過。蕭九淵站起身，他走到我面前，當着所有人的面，將那只耳墜輕輕晃了晃，聲音低沉磁性。那打擾了，要是沈小姐想起什麼……他意味深長地瞄了眼我的脖子，隨時來顧府找我。全場死寂。等那抹紫色身影消失，蘇景照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姐姐，你可真厲害！我冷冷甩開他的手。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京城的春日宴向來是皇亲國戚、才子佳人爭相亮相的熱鬧場合。我靠在紅漆柱子旁，冷眼看着林婉踩着花瓣款款走來。她一身素白紗裙，頭髮上只插了只白玉蘭，清雅的像是畫裡走出來的仙子。婉兒，庶弟沈明軒快步迎上去，臉上的歡喜藏都藏不住。更好笑的是陸景行，這個一向自詡清高、克己復禮的侯府世子，居然也快步走上前，眼裡帶着我從未見過的溫柔與焦急。呵，男人！前世林婉回來時，陸景行已經不得不娶了我。他站在喜堂外，眼淚汪汪地說：“祝你們白頭偕老。”轉頭就病了3個月，讓陸景行更加恨我，覺得是我搶了他心上人的位置。而這一世，景行哥哥，你怎麼了？陸景行伸手想去拉林婉的袖子，卻被他躲開了。陸景行愣在原地，手僵在半空。景行哥哥，林婉那雙含情目，淚光盈盈地望着陸景行。我一收到你的信，就從老家趕回來了，以為你要與我互訴衷腸。信？陸景行眉頭緊皺，一臉茫然。我從來沒寫過。我剛進城就聽說景行哥哥。林婉打斷他，傷心欲絕。你和明軒哥哥的貼身丫鬟睡了，還鬧得滿城風雨。全場嘩然。他低下頭，又抬起頭，那副梨花帶雨的模樣，讓在場所有男人都心疼不已。我看在好幾個世家公子已經坐不住了，看着陸景行的眼神裡全是谴責。畢竟她不但是京城第一美人，還是出了名的才女，誰不憐惜？人都到齊了，好戲該開場了。陸景行臉色鐵青，不顧眾人的目光，拉着林婉走到池塘邊僻靜處。景行哥哥，你弄疼我了。林婉想掙脫陸景行的手。婉兒，你聽我解釋，那是意外。陸景行下意識鬆開手，想要辯解。林婉後退半步，這個動作讓陸景行瞬間僵住。他轉身撲進趕來的沈明軒懷裡，哭得楚楚可憐。明軒哥哥，他們說的都是真的嗎？景行哥哥他真的……沈明軒一邊輕拍他的背，一邊得意地瞥了眼陸景行，眼底閃過一絲快意。而陸景行的臉色已經黑得能滴墨了，真是精彩。我喝了口桃花釀，遮住嘴角的笑。那封陸景行的親筆信可是我花了3個晚上模仿他筆記的成果。前世為了討陸景行開心，我苦練他的字跡整整半年，滿心希望能得到他一點關注，等來的卻是他冰冷的話語。你永遠都比不上婉兒，連字都透着俗氣。沈大小姐這出戲看得還滿意嗎？蕭九淵那帶着幾分慵懶的聲音突然在頭頂響起，接着他高大的身影籠罩下來，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我身後。那身醬紫色的蟒袍擦過我的手腕，帶着松木和酒香的熱氣呼在我耳邊。我渾身一僵，強裝鎮定，故作疑惑。蕭殿下在說什麼？臣女怎麼聽不懂？模仿陸景行的字跡，提前把林婉兒騙回來。他的唇幾乎碰到我的耳朵，讓心上人親眼看見情郎背叛，這招真狠啊！我的心猛地一跳，他怎麼知道的？我暗自琢磨，低下頭，心裡突然冒出一個念頭：這位摄政王權勢滔天，若是留着他，是個禍患，要不要滅口呢？但轉念一想，他幾次三番並未拆穿我，且那晚的技術確實不錯，比陸景行那個偽君子強多了，有點捨不得。你在想什麼？想殺人滅口？蕭九淵好像會讀心術一般，突然捏住我的下巴，逼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雙眼裡滿是細血。我拍開他的手，狡黠一笑，對他勾了勾手指。他挑了挑眉，彎下腰，和我臉對臉，鼻尖都快碰上了。溫熱的氣息撲面而來。殿下，您這荒淫閒散的名聲，怕是騙了所有人吧？我挑釁地說。彼此，外人都說相府嫡女溫柔賢惠，是大家閨秀的典範，可見了你。他故意拉長聲音，目光掃過我，帶着一絲侵略。前世就是被溫柔賢惠這4個字綁住，困了我一輩子。因為這4個字，我忍受了陸景行3個月的冷暴力，林婉一次次當着陸景行的面給我難堪，我都得忍氣吞聲。因為這4個字，我幫陸景行操持侯府，最後卻落得個萬箭穿心的下場。這一世，我要做禍國殃民的妖女。我挑眉，眼波流轉。所以呢？話沒說完，他突然穩住我，我抬手要推他，卻被他穩穩抓住手腕，按在身後的柱子上。這個混蛋！我在心裡罵他，狠狠瞪着他，可他完全不在乎我的怒氣，嘴角微揚，加深了這個吻。那雙眼裡滿是戲弄，好像在享受和我的這場較量。我氣得直接咬他的嘴唇，他微微吃痛，卻沒有退開，反而吻得更用力了。慢慢的，我覺得呼吸都有些困難了。而這時，耳邊隱約傳來林婉斷斷續續的哭聲，還有沈明軒溫柔安慰的聲音。這個吻結束時，我腿軟的站不穩，整個人栽進他懷中。他低聲笑起來，胸口微微震動，
手指卻故意用力扣住我的腰，不讓我滑落。想不想玩點更有趣的？他貼着我耳朵問，聲音壓得很低，帶着幾分引誘。我還沒想明白他要做什麼，就見他手指輕輕一彈，一顆不起眼的小石子飛快射出，精準地打中林婉兒的膝蓋。林婉兒腿一軟，整個人重心失衡，跌進了池塘。婉兒，沈明軒臉色大變，想都沒想就跳進水裡。陸景行也像瘋了一樣衝過去，但沈明軒離得更近，他搶先一步，一把抱起在水裡撲騰的林婉兒。沈明軒緊緊抱着她上岸，兩人身體緊貼，這般親密的接觸，在眾目睽睽之下，池塘邊看熱鬧的人紛紛議論起來，聲音越來越大。天哪，是沈二公子抱了林小姐，這衣服都濕透了，又有肌肤之親，這清白可是不是說陸世子和林小姐才是一對嗎？這下可熱鬧了，女方落水，救人的卻是別人。林婉兒臉色發白，渾身濕透發抖，卻只能任由沈明軒抱着。他看向陸景行，眼中滿是絕望。陸景行站在岸邊，半個身子也濕了，眼神陰沉的嚇人。我輕輕勾起嘴角，成功了。雖然不是我安排的落水，但這結果比我想象的還要完美。林婉兒這輩子注定還是要嫁給我那個樹弟。他們三個，一個假情假意，一個自私貪婪，一個心腸歹毒，正好鎖死，互相折磨。我轉頭看向蕭九淵，卻發現他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眼神深不見底。他怎麼會這麼清楚我的打算？難道他也……我心裡一驚，不可能，重生這種荒誕的事，怎麼會有第二個人？我壓下疑惑，整理好衣服，衝他甜甜一笑。殿下，這出戲臣女很滿意。說完，我轉身就走，沒注意到他眼中一閃而過的深沉。沈明軒和林婉兒的婚事辦得匆忙，卻格外鋪張。我扮成小厮混在迎親隊伍裡，林父板着臉坐在高堂上，每句恭喜都讓他臉色更難看。他原本看中的女婿是前途無量的侯府世子陸景行，可現在目光掃過一身大紅喜服、滿臉得意的庶子沈明軒，最後只能重重嘆氣。沈家雖然權勢滔天，但沈明軒畢竟是個庶出，若不是出了那檔子事，林家嫡女怎麼可能下嫁？陸景行來的時候，滿堂賓客一下子安靜了。他穿着一身素色錦袍，和滿眼刺目的紅色格格不入。林婉正被喜娘扶着跨火盆，聽見陸景行來了，蓋頭下的腳步突然僵住。他轉過身，隔着晃動的珠簾和紅蓋頭。婉兒，陸景行下意識上前一步，卻被沈明軒側身攔住。世子。沈明軒握着酒杯的手指發白，眼中全是挑釁。今天是我大喜日子，多謝世子賞光，敬你一杯。滿屋子賓客都伸着脖子看熱鬧，眼裡閃着興奮的光。我瞥見高堂上父親難看的臉色，使勁掐着手心才沒笑出來。婉雲，你是相府嫡女，要大度，要賢良。前世父親的話還在耳邊回蕩。那是林婉故意打翻我燉給他的參湯，燙得我手背紅腫，父親卻怪我。婉兒身體弱，手不穩，你別跟他計較。後來我跪在相府門口，求父親救我離開陸家那個火坑，告訴他陸景行寵妾滅妻，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父親閉門不見，讓管家傳話，別回來丟相府的人，連個男人的心都攏不住，是你無能。而現在看着父親僵硬的接受祝賀，看着他最疼愛的才女外甥女嫁給了他不爭气的庶子，這滋味想必不好受吧。沈明軒臉色難看地拽着林婉拜堂，喜愁被兩人扯得筆直，真是解氣。我仰頭喝光杯中酒，喉嚨裡灼熱的快意幾乎要滿出來。林婉、陸景行、沈明軒，這還只是開始，慢慢受着吧。新婚當晚，沈明軒就對林婉動了手，這消息天沒亮就傳遍了相府。聽說二少爺要圓房，二少夫人死活不肯，還抓傷了二少爺的臉。丫鬟紫蘇壓低聲音，眼裡閃着興奮。二少爺氣壞了，一巴掌打過去，二少夫人撞到床角，額頭腫了好大一塊。我慢慢嚼着碗裡的燕窩，嘴角微微揚起。天剛亮，林婉就頂着額頭的淤青來敬茶。她穿着正紅衣裙，卻遮不住滿臉憔悴。沈明軒站在她旁邊，眼下發黑，嘴角緊抿，顯然一夜沒睡。父親母親，請用茶。林婉跪在墊子上，雙手捧茶。父親沈丞相接過茶杯，冷冷嗯了一聲，看都沒看他一眼。母親遲遲不接，還是沈明軒心疼跪着的林婉，出聲叫道：母親。母親接過茶後，從身邊嬷嬷手裡拿過一本厚厚的冊子，扔在林婉面前。這是沈氏家規婦德篇，既然進了沈家的門，哪怕是林家嫡女，也要守沈家的規矩。母親語氣冷淡，好好看，3天後我要檢查。林婉手指發抖，卻只能低頭。兒媳遵命。林婉看向我，勉強笑笑。婉雲姐姐，這是給你的見面禮。我伸手去接，指尖碰到的那一刻，玉鐲掉在地上，摔成2段。哎呀！我驚叫一聲，眼睛立刻紅了。弟妹要是不想給，直說就好，何必這樣，讓大家以為我不喜歡你做我弟妹？林婉臉色大變，屋裡所有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樣扎在林婉身上。她胸口劇烈起伏，終於忍不住，猛地站起來。沈婉雲，明明是你故意的。我縮了縮肩膀，低頭捏着手帕。弟妹別生氣，都是我的錯，我不該說出來的。婉兒，沈明軒厲聲阻止，卻已經晚了。父親一拍桌子站起來，林氏，這就是你的教養，當着公婆的面撒潑。林婉臉色慘白，沈明軒一把抓住他手腕，
硬是按着他跪下，還不給父親認錯。母親淡淡看了眼林婉，說道：“把家規抄100遍，明天交來。”不到中午，京城上下都傳遍了，新進門的沈家二少夫人嫌公婆立的規矩多，當眾給小姑子難堪。聽說二少夫人還罵丞相夫人刻薄呢，何止啊！我親眼看見的，她連丞相都敢頂撞。我坐在涼亭裡，聽着丫鬟們越傳越誇張的閒話，慢悠悠地喝着茶。遠處，林婉獨自站在走廊下，死死抓着那本家規。陸景行離開了京城，說是去外地遊學散心。我站在城門樓上，看着遠去的馬車，指甲深深掐進手心。上一世他就是這一科的狀元，而沈家滿門被滅的災禍也快要來了。府裡這些天就沒消停過，林婉被我母親折騰得完全變了個人。天還沒亮就要去正院伺候梳洗，飯菜稍微不合口味就被罰跪，晚上還要忍受沈明軒的冷嘲熱諷。林婉兒，你還裝什麼清高？那天你早就被人看光了。才1個月，他就瘦得脫了相，那雙曾經讓全城公子着迷的眼睛，現在只剩下怨恨。而我今天參加詩會，明天去賞花宴，過得逍遙自在，連母親都驚訝。婉雲最近氣色真好。我抿嘴笑笑，餘光看見林婉死死攥着手帕的手，覺得痛苦嗎？但這還不及我前世所受的1/1000。想起前世，陸景行為了林婉一直不碰我，我們成親後從沒有過夫妻之實。陸母見我遲遲沒有身孕，天天冷言冷語，不會下蛋的母雞白白占着世子夫人的位置。我被逼得沒辦法，只好學着林婉的打扮，月白色的紗裙，白玉蘭髮簪，連熏香都換成她最喜歡的雪松味。我端着参湯，輕輕推開書房門。夫君，夜深了。陸景行抬起頭，眼神冷得像冰。東施效顰。他打翻湯碗，滾燙的湯汁潑在我手背上。脫下來。我愣在原地。什麼？把這身衣服脫下來。他走近我，眼裡全是厭惡。你也配學他？我後退半步，卻被他一把抓住衣襟，撕拉一聲，紗裙被撕開一道口子。陸景行，我趕緊護住衣領。你瘋了？我瘋了。他冷笑着掐住我脖子。要不是你下藥設計，我怎麼會娶你？婉兒又怎麼會嫁給你那個廢物庶弟？我死死抓着衣領不放手，他卻直接動手撕扯。最後我被趕出書房，只穿着單薄的寢衣，頭髮散亂。我光着腳走過長長的走廊，下人們躲在旁邊偷笑，婆子們指指點點，看，世子夫人又被趕出來了。學林小姐穿衣打扮，結果自找難堪。第二天，全京城都傳開了，陸家少夫人不知羞恥，深夜勾引丈夫被趕出房門。晚上蕭九淵又翻窗進來，帶着一身酒氣把我按在榻上。猜猜本王今天在醉仙樓看見誰了？我推開他，隨口問：誰啊？他輕輕咬着我耳朵說：你的好弟弟帶着個姑娘在醉仙樓吃飯呢。上一世，沈明軒心裡只有林婉，從來沒納過妾。我低下頭掩飾眼中的算計。畢竟那位姑娘是我特意為好弟弟準備的，不管哪方面都像極了從前的林婉。白月光終於變成了地上的霜，我心裡高興，就由着蕭九淵胡來。從那以後，蕭九淵天天晚上來我房間，有時候帶些消息，有時候什麼也不說，就是纏着我到天亮。沈婉雲，那晚他扣着我的手腕，呼吸滾燙。你打算什麼時候給本王個名分？我輕笑，從來沒想過。他動作一頓，你要是不願意，我故意氣他。我可以找別。話沒說完，他已經起身下榻，抓起外衣頭也不回地走了。這一走就是半個月。我告訴自己不該在意，可是每到深夜，聽見窗外風聲，總會不自覺地抬頭，卻再也沒看見那抹熟悉的身影。我把這種情緒狠狠壓下去。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陸景行馬上就要高中，沈家滅門的災禍也快要來了。林婉兒死了，和前世一樣的時間，只是死法不同。上一世他是鬱鬱而終，臨死前還握着陸景行的手，虛弱地說：景行哥哥，別怪婉雲妹妹。而這一世他是被沈明軒親手殺死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畫眉毛，紫蘇慌慌張張跑進來，臉色發白。小姐，二少夫人沒了。哦，怎麼死的？我繼續描着眉，今天的眉毛畫得特別好看。說是和二少爺吵架，撞到桌角了。我慢慢揚起嘴角，果然是這樣。昨晚蕭九淵派人送信，說林婉發現了沈明軒在外面養的女人，親自帶人上門，把那個姑娘打得半死。沈明軒回府後，兩人大吵一架。你以為自己還是那個高高在上的林小姐？沈明軒，你當初是怎麼求着娶我的？早知今日，我不該嫁你，你永遠也比不上景行哥哥。爭吵中，沈明軒用力推了他一把，林婉重重撞在梨花木桌的尖角上，血流了一地。而我的好弟弟看都沒看一眼，轉身就走了。等到丫鬟發現時，他的身體都已經涼透了。前世林婉到死都是陸景行和沈明軒心中的白月光。他病弱去世，陸景行抱着他的屍體，紅着眼睛對我說：沈婉雲，你這輩子都欠他的。庶弟沈明軒更是發瘋似的把我打個半死。沈婉雲，都是你害死了他。所有人都怪我，而現在他的屍體被隨便收拾了一下，連靈堂都布置得馬馬虎虎，对外說是病死的。反正林婉本來就體弱多病，而那個知情的丫鬟也已經不在人世，真是完美。我站在走廊下，慢悠悠地嗑着瓜子，時間就這麼過着。陸景行高中狀元的消息傳遍京城，永寧侯府一下子熱鬧起來，媒人們擠破了門檻，各家小姐的畫像堆滿了侯府前廳。陸母笑得合不攏嘴，見人就說：我家景行從小聰慧，現在金榜題名，又是世子，真是祖宗保佑。但我知道這張和善面孔下藏着多麼惡毒的心。前世
陸景行高中後，陸母就急着往他房裡塞人，他給陸景行下藥，又把他娘家侄女那個嬌氣的表妹灌了藥送進陸景行房間。陸景行醒來後大發雷霆：母親，您這是做什麼？陸母不慌不忙，轉頭看着我：是婉雲安排的，她說怕自己伺候不好你。我有口難辯。陸景行冷笑一聲，讓人端來一碗藥。既然你這麼喜歡下藥，不如自己嘗嘗。那藥性特別烈，我渾身發熱，出盡洋相，而陸母就站在旁邊，笑得一臉慈祥。婉雲啊，女子應該贞靜端莊，你這樣放蕩傳出去多難聽，簡直丟了我們家的臉。這一時，陸景行還沒回府，陸母就已經開始張羅婚事了。我站在侯府對面的茶樓上，冷眼看着那些進进出出的媒人。小姐，咱們回去吧。紫蘇小聲勸道。我輕笑，急什麼？好戲才剛開始。陸景行，你不是最孝順、最講究禮法嗎？這一事，我偏要讓你和你母親反目。我派人散出消息，王太傅家的嫡孙女，舒太妃的亲侄女，生辰八字最旺夫，最適合配新科状元郎。果然，不到1天時間，陸母就急急忙忙請了官媒，帶着厚禮去了王太傅家。王夫人，您家姑娘溫柔賢惠，又是舒太妃娘娘的親眷，要是能嫁到我們侯府，肯定是景行的福气。王夫人笑得合不攏嘴，當場答應了這門親事。陸景行啊，陸景行，我倒要看看你還怎麼為你心愛的人守身如玉，怎麼擺脫這門皇親國戚的婚事。1個月過去，陸景行風風光光回到京城，整座城的人都跑出來看熱鬧，都想親眼看看新科狀元兼侯府世子的風采。他穿着大紅官服，騎在駿馬上，俊美的不像凡人。街邊樓上的姑娘們紛紛向他招手。陸景行回到家裡，才知道母親已經給他定了親事。他站在大廳裡，臉色陰沉的嚇人。母親，您這是做什麼？陸母笑眯眯地遞上婚帖。王家姑娘大方得體，家世顯赫，跟你再合適不過。這可是太傅府的千金。我不娶。胡鬧！陸母一拍桌子站起來。婚姻大事父母說了算，哪能由着你胡來？聘禮都下了，庚帖都換了，你想讓侯府背上悔婚的骂名嗎？陸景行冷冷一笑，目光掃過滿屋的聘禮，最後停在陸母臉上。你以為這樣就能逼我同意？夜深人靜，燭火搖曳，窗戶輕輕一響，蕭九淵翻身進來，紫衣帶起一陣微風。我正在鏡前取下首飾，銅鏡裡映出他斜靠在榻上的身影，嘴角帶笑，眼神深邃。幾天不見，沈大小姐過得挺自在。我故意不回頭，繼續梳着長髮。他低笑一聲，從後面抱住我，下巴抵在我肩上，溫熱的氣息拂過耳邊。真是個沒良心的。修長的手指輕輕刮過我的鼻尖，帶着幾分無可奈何的寵溺。本王算是徹底被你拿捏了。陸景行派人去查王家了。他突然開口，手指繞着我的一縷頭髮。需要本王插手嗎？我挑眉搖頭。讓他查。不怕他發現是你在背後推動？鏡子裡，我紅唇微揚。發現了又怎樣？他敢退婚嗎？王家是當朝太傅，陸景行在恨我，難道敢拿永寧侯府和自己的師徒賭氣？蕭九淵眼神一暗，突然把我轉過來，手指輕輕撫過我的唇。你比本王想的還要厲害。我輕輕咬了下他的手指。怎麼害怕了？他猛地抓住我的手腕，一把將我按進頸背裡，呼吸灼熱。怕，本王更喜歡了。陸景行坐在書房的太師椅上，手裡捏着一張薄薄的信紙，指節泛白，那是心腹剛送來的密報，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那個向王家極力推薦這門親事的媒婆，半個月前曾收到過一筆來自相府的銀子。沈婉雲。他低聲念着這個名字，嘴角勾起一抹陰冷的笑。原來真的是他在背後搞鬼，想用王家這門親事來惡心他，想讓他為了擺脫王家而得罪太傅府。世子，要不要把這事捅出去？心腹低聲問道。蠢貨，現在捅出去只會顯得我永寧侯府無能。況且王太傅是兩朝帝師，如今小皇帝年幼，太后對王家極為倚重，專門用來牽制攝政王。得罪了王家，就是得罪了太後的。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眼中閃過一絲金光。既然他想玩，那我就陪他玩個大的。陸景行從暗格裡取出一個紅木匣子，裡面放着一封偽造好的密信，關於沈丞相暗中與邊疆叛將往來的鐵證。沈家那個老狐狸，平日裡在攝政王和太后之間左右逢源，早就惹得兩邊都不痛快。如今攝政王蕭九淵權勢滔天，太后一黨正愁抓不住把柄來清洗朝堂，備車去見趙御史。陸景行冷冷吩咐，趙御史是出了名的硬骨頭，更是太后的死忠。這封信只要到了他手裡，明日早朝，太后一黨必會借題發揮，當眾發難。到時候，就算是攝政王蕭九淵，為了避嫌，為了不背上包庇叛逆的罵名，也不得不揮淚斬馬謖。世子，這可是沈相府啊！心腹大驚。沈家如今已是強弩之末。陸景行嗤笑一聲，若沈家倒了，那個高高在上的沈婉雲就成了罪臣之女，沒了相府嫡女的身份，他還能依仗誰？到時候讓他跪在自己腳下求饒，任由他搓圓捏扁，甚至沈家那龐大的家產，或許也能趁亂分一杯羹。這一夜，趙御史府的後門悄然打開又關閉。第二天一早，陸景行便換上一副孝順兒子的模樣，去了陸母的院子。母親，孩兒想通了。陸景行跪在陸母面前，神色恭順。既然母親覺得王家這門親事好，那孩兒便應下了。只是婚期，孩兒希望能定得近一些。陸母大喜過望，
好孩子，你能想通就好。娘这就让人去王家商议。看着母親歡天喜地地吩咐下人準備聘禮，陸景行眼底閃過一絲嘲諷。準備吧，越隆重越好。夜色深沉，相府的巡邏侍衛剛走過，一道紫色的身影便翻進了我的閨房。攝政王殿下真是好雅興，放着好好的王府不住，天天來做梁上君子。我正坐在桌前核對賬本，頭也不抬地問。蕭九淵輕笑一聲，熟練地走到桌邊，給自己倒了杯茶。本王這不是怕你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嗎？他將一份奏折的抄錄件扔在桌上。陸景行昨晚去見了趙御史，把你爹通敵的證據交上去了。趙那個老匹夫連夜進了宮，去慈寧宮見了太後。蕭九淵語氣慵懶，眼中卻帶着一絲寒意。太後正愁沒理由削弱本王手中的文官勢力，沈家這塊肥肉送上去，他老人家可是高興得很。我翻賬本的手頓了一下，隨即合上賬本，冷笑出聲。陸景行倒是聰明，知道你不好惹，便借太後的刀來殺人。為了拿捏我，竟然不惜勾結太後黨，把世交沈家滿門推向斷頭台。這才是陸景行，這才是那個為了往上爬可以犧牲一切的偽君子。明日早朝，太后就會讓小皇帝下旨徹查。蕭九淵湊近我，只要本王一句話，這折子就能被壓下來。婉雲，你想救沈家嗎？救！我抬起頭，迎上他的目光。為什麼要救？前世沈家為了利益把我賣給陸景行，今生父親更是為了樹弟沈明軒對我百般打壓。這個冷血的家族早就不值得我留戀了。既然他想送沈家上路，那我就幫他一把。我站起身，走到案閣前，取出早已準備好的一疊地契和銀票，這些是祖母留給我的嫁妝，還有這些年我掌管中賄時一點點從公賬上挪出來的現銀。我將厚厚一疊票據推到蕭九淵面前，勞煩殿下幫我把這些全部換成通兌的銀票，運往江南。至於沈家，殿下不必阻攔，順水推舟便是。蕭九淵接過銀票，眼中的笑意更深了。沈婉雲，你比本王想的還要狠，不過本王喜歡。對了，他突然想起什麼，陸景行為了表現誠意，還在太后面前舉薦了王太傅徹查此案。他這是想把王家也拖下水，徹底把誰攪渾？那就讓他攪。我眼中閃過一絲厲色。接下來的幾天，相府裡開始流傳起鬧鬼的傳聞。先是庫房半夜傳來哭聲，接着是幾個守夜的丫鬟說看見了白衣女鬼。人心惶惶之際，我以祈福為名，遣散了院子裡幾個忠心耿耿的老僕，給了他們一大筆安家費，讓他們回鄉養老。至於那些沈明軒的眼線，我則故意留了下來。陸景行來得很勤，幾乎每隔2天，他就會以探望伯父的名義來沈府一趟。實際上，那雙眼睛卻四處打探沈府的動靜。婉雲，近日府中可還好？花園裡，陸景行一臉關切地看着我。聽說近日朝中有些風言風語，針對沈伯父。若是害怕，我可以去求求太傅大人。我拿着手帕，做出受驚過度的模樣，眼眶微紅。多謝世子關心，只是近日父親心情不好，我也總是心神不寧，怕是有什麼不好的事要發生。我故意顫抖着手，打翻了茶盞。陸景行看着我這副驚慌失措、六神無主的模樣，眼底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得意。在他看來，我已經是瓮中之鱉。太後和攝政王博弈的鍘刀即將落下，而我這個曾經高傲的嫡女，很快就會淪為無家可歸的孤女。別怕，他伸手想要拍我的肩膀，被我借着檢茶杯避開了。他也不惱，收回手，語氣溫柔的讓人作嘔。不管發生什麼，我都會幫你的，畢竟我們兩家是世交。我低下頭，掩飾住嘴角的冷笑。是啊，世交。陸景行，你最好記住你今天說的話，等沈家的大火燒起來的時候，希望你還能笑得出來。3更天的梆子剛敲過，相府周圍死一般的寂靜。我坐在書房暗格後的密室裡，冷眼聽着外面的动靜。這間密室是祖父當年修建的，只有歷代家主知道。可惜父親那個蠢貨，沉迷於權術和寵妾滅妻，早就忘了這處保命的所在，反倒便宜了我。來了，身邊的紫蘇低聲說道，手裡緊緊攥着我的衣袖，身體微微發抖。我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噤聲。院牆外翻進來10幾個黑衣人，動作利落狠辣，一看就是訓練有素的死士。領頭的那人做個手勢，黑衣人迅速散開，見人就殺，連慘叫聲都沒發出來。幾個巡夜的護衛就倒在了血泊中。我認得那個領頭人的身形，那是賢王府的侍衛統領，而負責給他們打開側門的那個內應，正是陸景行安插在府裡的眼線。陸景行，你果然夠狠，為了向太后表忠心，竟然勾結賢王的人，要把沈家斬草除根。很快，前院傳來了嘈雜聲，父親和庶弟沈明軒衣冠不整地被逼到了正廳。你们是什麼人，竟敢擅闖相府？我乃當朝丞相。父親色厲內荏地大吼，手裡還抓着一把沒出鞘的劍，殺的就是丞相。領頭的黑衣人提刀逼近，別殺我，別殺我！沈明軒嚇得癱軟在地，鼻涕眼淚流了一臉。我是無辜的，你們不能殺我！黑衣人嘲諷地笑了，讓你死個明白。今晚這路就是你的好兄弟陸世子鋪的。他說沈家通敵叛國，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什麼？沈明軒難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父親更是氣得渾身發抖。陸景行，那個畜生！老夫瞎了眼。黑衣人懶得廢話，舉刀便砍。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讓我意想不到的一幕發生了。原本縮在父親身後的沈明軒，為了活命，
竟然猛地推了父親一把。爹，你擋住他们，我去找救兵。父親猝不及防，被親生兒子推向了那把拉下的鋼刀，利刃入肉的聲音在寂靜的夜裡格外刺耳。父親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那個連滾帶爬往後門跑的愛子，鮮血噴湧而出，染紅了沈家引以為傲的牌匾。這就是他為了扶持上位，不惜犧牲我這個嫡女也要鋪路的沈家希望。我看着這一幕，心裡沒有一絲悲傷，只有一種大仇得報的快意。父親，你看到了嗎？這就是你的報應。沈明軒並沒能跑多遠，他剛衝到門口，就被2個黑衣人攔住了去路。想跑，亂刀揮下，沈明軒的慘叫聲淒厲，很快就沒了聲息。他倒在血泊裡，死狀比父親還要淒慘，似乎到死都不敢相信自己會被兄弟出賣，會死得這麼窩囊。前世害我最深的2個仇人，就這樣灰飛煙滅了。黑衣人殺完人後，開始在府裡四處倒油點火，火光衝天而起，吞噬了這座100年的相府。走吧。身後傳來蕭九淵低沉的聲音，他不知何時從密道另一頭走了進來，身上帶着深夜的寒氣。我點了點頭，最後看了一眼火海中的煉獄，把那個帶上。我指了指角落裡的一具女屍，那是一個死囚的屍體，身形與我極像，是我花了重金從牢裡換出來的。此時他穿着我的衣服，戴着我的首飾。蕭九淵的手下利落地將女屍扔進了火場，位置正好是我閨房的方向。大火會燒毀她的面容，只留下那些象徵身份的首飾。明日過後，世上再無沈家嫡女沈婉雲。我跟着蕭九淵走進了漆黑的密道，身後火焰噼啪作響，天剛蒙蒙亮，沈家滅門的消息傳遍了京城的每一個角落。相府那場大火燒了一整夜，曾經顯赫一時的沈家，如今只剩下一片焦黑的斷壁殘垣。百姓們還在議論紛紛，感嘆世事無常時，陸景行已經一身素稿，披麻戴孝地跪在了午門外，求太后娘娘做主，徹查沈家滅門慘案，嚴懲兇手，以慰沈伯父在天之靈。他跪在堅硬的青石板上，額頭磕得青紫一片，滲出血跡，聲音淒厲悲切，聞者傷心，見者落淚。沈家與我陸家乃是世交，沈伯父待我如親子，如今沈家遭此大難，滿門橫死，晚輩心如刀絞，恨不能以身代之。圍觀的百姓越來越多，看着這位新科狀元郎如此重情重義，陸世子真是個有情有義的好男兒啊！是啊，沈家都死絕了，他還肯這樣出頭，真是難得。消息很快傳進了慈寧宮，太后正愁怎麼安撫人心，畢竟沈家是他暗示陸景行除掉的，如今陸景行把戲做足了，他自然要順水推舟。一道懿旨很快傳了下來，嘉獎永寧侯世子陸景行重情重義，乃世家子弟之楷模，特許其代為料理沈家後事。同時，太后身邊的老嬤嬤還特意去了趟王太傅府上，話裡話外都在暗示，如今沈家剛滅門，陸世子正處於悲痛之中，若是此時王家還逼着辦喜事，未免太不近人情，也有損太傅大人的清譽。王太傅是只老狐狸，哪裡聽不出這是太后的敲打。他雖然惱怒自己被陸景行擺了一道，但礙於輿論和皇家的面子，只能黑着臉認栽。陸景行接了懿旨，心中狂喜，面上卻是一副悲痛欲絕的模樣，直奔王府。太傅大人，晚輩有罪。陸景行跪在王家大廳，聲淚俱下。沈家滿門橫死，屍骨未寒，晚輩身為世交，內心難安，實在無法在此刻歡天喜地地迎娶王家小姐。晚輩願為沈家守孝1年，以盡世職之意。王太傅氣得鬍子都在抖，指着陸景行半天說不出話來。這理由冠冕堂皇，讓人挑不出一點錯處。若是王家不答應，反倒成了逼迫忠良、不仁不義之輩。好一個重情重義的陸世子！王太傅咬牙切齒地揮手，既然你有此孝心，老夫成全你。這門親事作罷。陸景行心中大石落地，重重磕了個頭，多謝太傅大人成全。走出王府大門，陸景行擦乾眼角的淚痕，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覺的冷笑，終於擺脫了。世子，咱們現在回府嗎？心腹湊上來問道。回府。陸景行眼中閃過一絲貪婪的光。去沈家。他翻身上馬，帶着早就準備好的幾十號家丁，浩浩蕩蕩開進沈家廢墟，名為幫忙料理後事、收斂屍骨，實則是為了沈家的家產。沈丞相雖然在朝中站錯了隊，但沈家幾代積累，家底豐厚，尤其是沈婉雲那個死去的親生母親，當年可是帶着10里紅妝嫁進來的。如今沈家無後，這些錢財自然該由他這個唯一的世交來代為保管。都給我聽好了！陸景行指揮着，挖，掘地3尺也要給我挖出來。沈家的庫房在地下，火燒不到那裡，凡是金銀細軟、古董字畫，一件都不許落下。看着家丁們揮舞着鋤頭，在曾經沈婉雲居住的院子裡大肆挖掘，陸景行心中湧起一股扭曲的快感。沈婉雲，如今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找到了，世子，找到庫房的入口了！一個家丁興奮地大喊，指着一處被燒得焦黑的假山。陸景行眼睛一亮，顧不上髒亂，大步跨了過去。那是沈家最隱秘的地下庫房，據說裡面藏着沈家幾代人積攢的財富，還有沈婉雲母親當年帶來的那些價值連城的陪嫁。快把門砸開！陸景行聲音都有些顫抖，他想兩邊都下注，為了投靠賢王，他許諾了一筆巨額的軍費作為投名狀。賢王答應他，
只要錢到位，日後起兵成功，許他相位，甚至封王。如今這筆錢就在眼前，幾個壯漢拿着鐵錘對着厚重的石門一通猛砸，轟隆一聲，石門應聲而開，一股陳舊的霉味混合着灰塵撲面而來。陸景行揮了揮手，迫不及待地舉着火把走了進去，把箱子都抬出來。點數，庫房很大，整整齊齊地碼放着幾十口大紅木箱子，上面還貼着封條。陸景行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大，仿佛已經看到了金山銀山。打開，家丁上前，一把掀開離得最近的一口箱子，陸景行的笑容僵在了臉上。箱子裡沒有金元寶，沒有珍珠翡翠，只有石頭，滿滿一箱子，灰撲撲的，隨處可見的大石頭。怎麼可能？陸景行衝過去，一腳踹翻了箱子，石頭滾落一地。開，把其他的都打開！他瘋了一樣大吼。幾十口箱子接連被打開，除了石頭，連個銅板都沒有，整個庫房空空如也。不可能，這絕不可能！陸景行踉蹌着後退2步，靠在冰冷的牆壁上，臉色鐵青。沈家富甲一方，怎麼可能是個空殼子？他答應賢王的軍費怎麼辦？若是拿不出錢，賢王那種陰狠的性子絕不會輕饒了他。世子，您看，心腹小心翼翼地指着庫房的門鎖，這鎖好像沒有被撬過的痕跡。陸景行猛地回過神，衝過去仔細檢查，確實門鎖完好無損，甚至連上面的灰塵都很均勻。這意味着有人拿着鑰匙，光明正大地打開了庫房，從容不迫地搬空了所有財物，然後再把這些石頭裝進去，鎖好門。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做到這一點的，只有沈家內部的人。可是沈家的人都死絕了，沈丞相那個老財迷絕不可能把錢轉移走，沈明軒那個廢物更不可能。難道是沈婉雲？陸景行腦海中閃過那個女人的臉，隨即又否定了。那個女人已經燒成了灰，屍體都被他的人挖出來確認過了，雖然面目全非，但身上的首飾確實是他的。世子，會不會是有人捷足先登？心腹低聲說道，這京城裡能有這麼大本事在咱們眼皮子底下搬空相府的？陸景行眼神一冷，摄政王萧九淵，只有他。陸景行想起了之前在沈府見到的那只耳坠，想起了萧九淵對沈婉雲那种若有似无的關注。好個蕭九淵！陸景行咬牙切齒，狠狠一拳砸在石壁上。原來你早就盯上了沈家這塊肥肉，居然跟我玩這一手黑吃黑！陸景行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既然錢沒了，那就必須找個人來背這個鍋，而且這個人必須分量足夠重，重到能讓賢王相信他的苦衷，甚至能引起太後的忌憚。摄政王私吞沈家巨額通敵贓款，意圖招兵買馬，這個罪名夠不夠大？陸景行眼中閃過一絲惡毒的光芒。蕭九淵，既然你敢斷我的財路，那就別怪我送你上絕路。永寧侯府的書房內，燭火幽微，陸景行手裡摩挲着一塊玄鐵腰牌，上面刻着狰狞的麒麟紋，這是攝政王府親衛的象徵。當然，這是他花重金找江湖上的能工巧匠連夜仿制的。既然錢沒了，那就得有人用命來填。陸景行眼神陰鸷，將腰牌收入袖中。蕭九淵，你既然敢動我的東西，就別怪我潑你一身髒水。他不敢聲張沈家財產失蹤的事，畢竟他打着世交的名義去挖墳掘墓本就不光彩。若是讓人知道他連個銅板都沒撈着，只會被人恥笑。但他可以把這把火燒到太後最忌憚的地方去。半個時辰後，一輛不起眼的馬車停在了皇宮偏門。慈寧宮內，太後正倚在軟榻上閉目養神，聽聞陸世子深夜求見，且有關於沈家通敵案的重大線索，立刻宣見。太後娘娘！陸景行一進殿便跪伏在地，神色惶恐。臣在為沈伯父整理遺物時，在被燒毀的庫房廢墟中發現了一樣不該出現的東西。他雙手呈上那塊偽造的腰牌，太後身邊的老嬤嬤接過去，呈給太後。太後臉色瞬間變了，這是攝政王府的腰牌。太後聲音驟冷，正是。陸景行壓低聲音，語氣中充滿了引導。臣斗膽查探，發現沈家庫房雖被大火波及，但內部卻空空如也。沈家幾代積累，富可敵國，更有傳言沈丞相通敵賣國，斂聚了巨額贓款。如今錢財不翼而飛，現場又留下了這塊腰牌。他頓了頓，抬起頭，直視太後的眼睛。臣恐這筆巨資已流入攝政王手中，若是用來招兵買馬，意圖不軌，那我大周江山放肆！太後猛地一拍扶手，指甲套劃過，發出刺耳的聲響。他最怕的就是蕭九淵手中的兵權。如今小皇帝年幼，若是蕭九淵再有了這筆巨額軍費，那這皇位還是誰的，可就不好說了。好個蕭九淵，哀家對他一忍再忍，他竟敢把手伸到這兒來了。太後眼中殺機畢露。陸愛卿，你做得好，此事若查實，你便是大功一件。次日早朝，金鑾殿上氣氛壓抑得令人窒息。趙御史作為太後的急先鋒，率先出列，言辭激烈地彈劾攝政王蕭九淵私吞查抄贓款，意圖謀反。臣有證人。趙御史高聲道。陸景行一身素衣從殿外走近，當着滿朝文武的面呈上了那塊腰牌，並聲淚俱下地講述了自己在沈家廢墟中的發現。沈家通敵之財，乃是不義之財，如今不翼而飛，唯有這塊腰牌遺落現場，請陛下明察。滿朝嘩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站在最前方的那個紫色身影上。蕭九淵神色淡漠，他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只是嘴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攝政王，你有何話可說？太後坐在簾後，聲音威嚴。蕭九淵慢條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袖口，淡淡道：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既然陸世子言之凿凿，那便查吧。他如此坦蕩，反而讓太后有些遲疑。但開弓沒有回頭箭，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削權機會。好，太後厲聲道：“既然攝政王問心無愧，那便讓趙御史帶人去王府搜一搜，若是清白的，哀家自會還你公道。”小皇帝坐在龍椅上，看了看強勢的母後，又看了看面無表情的皇叔，只能怯生生地下旨：“准奏。”趙御史領旨，帶着御林軍氣勢洶洶地衝向攝政王府。陸景行站在大殿之上，看着蕭九淵那張依舊平靜的臉，心中湧起一股扭曲的快意。裝吧，繼續裝，等從你府裡搜出沈家的金銀財寶，我看你還能不能這麼淡定。到時候不僅這攝政王的位置你坐不穩，就連那條命也得留下。攝政王府被御林軍圍得水泄不通，整整搜了3個時辰。趙御史帶着人恨不得把地磚都撬開來看看下面有沒有藏银子。陸景行站在一旁，眼神從最初的興奮逐漸變得焦躁。怎麼可能沒有？當最後一個侍衛空着手出來匯報時，陸景行的臉色慘白。別說巨額贓款了，就連稍微值錢點的金銀細軟都沒搜出來幾件。偌大的攝政王府，庫房裡堆的竟然全是些御賜的字畫、孤本古籍，還有那點可憐巴巴的俸祿銀子。陸世子，這就是你說的鐵證如山。蕭九淵坐在太師椅上，手裡端着一杯茶，甚至連姿勢都沒變過。他慢悠悠地吹了吹茶沫，語氣涼薄：“本王雖然不才，但也知道誣告輔政大臣是個什麼罪名。趙御史，你這頂烏紗帽怕是戴不穩了。”趙御史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冷汗直流：“殿下饒命！都是陸景行，是他信誓旦旦說親眼看見了腰牌，也是他說沈家贓款在此，臣也是被蒙蔽了。”陸景行被這突如其來的反咬一口氣得渾身發抖。趙大人，明明是你！夠了！趕來的太後身邊的老太監尖聲打斷了這場鬧劇。太後在宮裡等消息，等來的卻是這樣一個結果。為了平息蕭九淵的怒火，也為了給所有人一個交代，當晚一道聖旨下來，趙御史聽信讒言，構陷忠良，貶為庶民，流放3000里。而陸景行雖然因為有舉報有功的名頭沒被治罪，但也因查證不實，擾亂朝綱被罰俸3年，閉門思過。消息傳到我耳中時，我正坐在京郊一處不起眼的別院裡，手裡數着剛從江南送來的信報。陸景行這次可是偷雞不成蝕把米。蕭九淵推門進來，臉上掛着笑，他在太後面前丟盡了臉，現在太後看他就跟看個廢物差不多。我將信報遞給他，嘴角微揚，他當然搜不到，因為沈家的錢早就變成了江南倉庫裡的糧草和生鐵。早在沈家滅門之前，我就利用掌管中賄的便利，將那些笨重的金銀珠寶通過蕭九淵的秘密商隊分批次運往了江南。如今他們已經變成了大周最緊缺的戰略物資，藏於民間，哪怕是皇帝親自去查，也查不出半點沈家的痕跡。你這招金蟬脫殼，玩得漂亮。蕭九淵讚賞地看着我，有了這些，別說一個陸景行，就是10個賢王造反，本王也不怕。陸景行不會善罷甘休的。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眼神微冷。他急需錢給賢王交差，如今沈家這條路斷了，太後那邊又失了寵，他只能鋌而走險。狗急了還會跳牆，何況是陸景行這種為了往上爬不擇手段的瘋狗。你是說蕭九淵若有所思？他還有最後一張底牌。我在別院裡住了半個月，對外宣稱沈家孤女已死，實際上卻一直戴着面紗，暗中操控着一切。暗衛每天都會送來陸景行的動向。小姐，陸景行最近頻繁出入城西的一家名叫聚寶盆的賭坊。紫蘇一邊給我研磨，一邊低聲匯報，那是京城最大的地下賭場，魚龍混雜。我筆尖一頓，墨汁在宣紙上暈染開一朵黑花。聚寶盆，前世我就聽說過這個地方，那是女土匪瓊娘在京城的據點。瓊娘不僅是賢王的客卿，更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綠林大盜，手下養着一批亡命之徒。陸景行去找他，肯定沒好事，繼續盯着。我吩咐道。果然，沒過2天，暗衛就送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陸景行與瓊娘密謀，計劃在3天後的廟會上動手，綁架京城首富之女，也就是之前被他退婚的王家小姐王語嫣。看着手中的情報，我不禁冷笑出聲。好個12鳥的毒計，陸景行這是想錢想瘋了。綁架王語嫣，既能勒索巨額贖金來填補給賢王的窟窿，又能報復王太傅之前的羞辱。更絕的是，按照他的計劃，拿到贖金後，他會親自帶人去剿匪救人。到時候不僅錢到手了，還能演一出英雄救美的戲碼，讓王家對他感激涕零，甚至可能重修舊好。這算盤打得響，既然他想演英雄救美，那我就成全他。我將情報在燭火上點燃，看着他化為灰燼，眼中閃過一絲狠戾。不過這出戲的主角得換換人，你想怎麼做？蕭九淵在門口抱着雙臂看我，截胡。我轉過身直視他的眼睛，殿下，借你的人一用。陸景行想要贖金，我讓他一個銅板都拿不到；他想要名聲，我就讓他變成過街老鼠。蕭九淵挑眉，你想讓本王去救王語嫣？不是，我們一起去。我走到他面前，伸手替他理了理衣襟。殿下不是一直想抓瓊娘的嗎？這次我送你一份大禮。前世陸景行就是靠着瓊娘這把刀在京城興風作浪，這一世我要親手折斷這把刀，讓他知道什麼叫作繭自負。好，蕭九淵握住我的手，本王陪你。3天後的廟會，
人山人海。王語嫣带着丫鬟在護國寺上香，絲毫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一塊肥肉，被两拨人同時盯上了。而不遠處的茶楼上，陸景行正坐在窗邊，手裡端着茶杯，眼神陰冷地盯着王家的馬車，嘴角勾起一抹勢在必得的笑。他在等瓊娘動手，而我在等他動手。護國寺的廟會熱鬧非凡，王語嫣剛上完香，就被一群突然衝出來的蒙面歹徒劫持了。歹徒動作極快，打傷王家的護衛，將王語嫣塞進馬車，揚長而去。消息傳回京城，滿城譁然。王太傅急得差點暈過去，這可是他最疼愛的嫡孫女。就在這時，陸景行一身勁裝，帶着幾十個家丁出現在王府門口。太傅大人莫慌，晚輩剛才在茶樓恰巧看見了劫匪逃竄的方向，晚輩願帶人去追，並將王小姐平安救回。陸景行一臉焦急，王太傅此時六神無主，見陸景行如此仗義，也顧不上之前的嫌隙，連忙點頭。好，若是能救回語嫣，老夫定有重謝。陸景行心中暗喜，他早就和瓊娘約好了，只要把人劫到城外的破廟，做樣子勒索一筆贖金，然後他就會帶人從天而降，趕跑劫匪，救下美人。這簡直是完美的計劃。陸景行帶着人馬，按照約定好的路線，一路疾馳到了城外10里的破廟。裡面的人聽着，快把王小姐放了！陸景行大喝一聲，一腳踹開破廟的大門。然而迎接他的不是瓊娘的配合，而是一陣穿堂風。破廟裡空空如也，只有地上散落的幾根繩索，還有一堆剛熄滅不久的篝火。人呢？陸景行傻眼了，他衝進去四處翻找，卻連個人影都沒看見。世子，這怎麼回事？心腹也懵了。瓊娘不是說在這裡會合嗎？就在這時，遠處傳來了急促的馬蹄聲，一隊穿着攝政王府服飾的精銳騎兵護送着一輛馬車，正往城裡趕去。馬車簾子掀開一角，露出了王語嫣驚魂未定卻毫髮無損的臉，是攝政王府的人。陸景行腦子裡轟的一聲，他被截胡了。當晚，王府燈火通明，王語嫣被送回來時，雖然受了驚嚇，但一直念叨着是攝政王殿下的人救了我，他們好厲害，一下子就把那些壞人打跑了。王太傅老淚縱橫，親自帶着厚禮去了攝政王府謝恩，而陸景行帶着人灰頭土臉的回來時，面對的是王太傅充滿懷疑的目光。陸世子，老夫有一事不明。王太傅盯着他，語氣不善。攝政王殿下是接到暗卫密報才去救人的，可世子你當時在茶樓喝茶，怎麼會對劫匪逃竄到城外破廟這種偏僻路線知道的那麼清楚，甚至比官府的人去的還快？陸景行冷汗瞬間下來了，這晚輩也是聽路人說的。他支支吾吾，越描越黑。王太傅冷哼一聲，拂袖而去。陸景行站在王府門口，聽着周圍百姓的指指點點，只覺得臉上一陣火辣辣的疼。他不僅沒撈到錢，沒撈到名聲，反而惹了一身騷，成了最大的嫌疑人。而此時，攝政王府的地牢裡，我看着被五花大綁跪在地上的幾個土匪，手裡把玩着一把匕首。說吧，瓊娘在哪裡？那幾個土匪正是瓊娘的手下，被蕭九淵的人當场生擒。呸！要杀要剮，悉聽尊便，休想讓我们出賣大當家。我笑了笑，將匕首貼在領頭那人的臉上，倒是條漢子。不過你們的大當家要是知道他的好盟友陸世子正打算把綁架的罪名全推到他頭上，甚至還想殺人滅口，不知會作何感想。幾個土匪臉色一變，攻心未上，只要撬開了這些人的嘴，陸景行的死期就不遠了。陸景行這次是真的栽了。太后聽聞此事，對他失望透頂，甚至當眾斥責他辦事不力，甚至有勾結匪類之嫌。陸景行被逼入了絕境，錢沒弄到，名聲臭了，太后這棵大樹也快靠不住了。就在這時，一封來自賢王的密信送到了他手中，信上只有一句話：京城若不亂，本王如何起兵？3日之內必須見血。陸景行看着信，眼中閃過一絲瘋狂。既然已經沒有退路，那就索性賭把大的。他想到了瓊娘，雖然這次合作失敗了，但瓊娘對攝政王的恨意可是實打實的。瓊娘的山寨就是被蕭九淵帶兵剿滅的，這筆血海深仇他一直記着。陸景行連夜前出城，在一處隱秘的山洞裡見到了狼狽不堪的瓊娘。瓊娘，這次是我們失手了。陸景行一臉誠懇，但那是因為蕭九淵太狡猾，他早就盯上我們了。瓊娘擦拭着手中的彎刀，眼神陰狠。蕭九淵，我遲早要剥了他的皮，機會來了。陸景行湊近他，壓低聲音：3天後，皇家秋獵，最受寵的扶陽公主也會去。只要你在獵場上刺殺公主，並故意留下攝政王府的信物，嫁禍給蕭九淵，到時候太后震怒，必會拿蕭九淵問罪，京城大亂，賢王趁機起兵，你我都是從龍之臣。瓊娘眯起眼睛，那你呢？我會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救駕。陸景行眼中閃着算計的光，只要我救了公主，我就能重獲聖寵，甚至成為駙馬。到時候我在朝中為你內應，何愁大事不成？瓊娘思索片刻，重重將刀插在地上。好，幹了。陸景行離開時，嘴角掛着得意的笑，這一招借刀殺人，
既能除掉萧九淵，又能讓自己翻身，簡直完美。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離開山洞後不久，一只信鴿撲棱着翅膀飛進了攝政王府。我解下信鴿腿上的紙條，上面詳細記錄了陸景行和瓊瑤的計劃。這是我之前放回去的那個土匪傳來的，刺殺公主，嫁禍攝政王。我看着紙條，冷笑一聲：陸景行，你還真是死性不改。前世你就用這招洗白了瓊瑤，今生還想故技重施，可惜這世你的計劃在我手裡。殿下，我將紙條遞給身旁的蕭九淵，魚兒上鈎了。這次獵場，我要給他準備一份終身難忘的大禮，你想怎麼做？既然他想演救駕的戲碼，那我就讓他演個夠。我眼中閃過一絲殺意，只不過這次他救不了任何人，連他自己也救不了，我也該死而復生了。皇家秋獵，旌旗蔽日，西山圍場內，金鼓齊鳴。8歲的小皇帝身穿明黃戎裝，騎着一匹溫順的小馬，被太後和攝政王一左一右護在中間，文武百官緊隨其後。陸景行一身銀甲，騎馬跟在御駕不遠處，手按劍柄，神色緊張而又隱隱透着興奮。我在暗處看着他那副隨時準備英勇獻身的模樣，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開始吧，我對身邊的暗衛低語。隨着一聲號角響徹山林，狩獵正式開始。扶陽公主年少貪玩，見一只白狐竄過，立刻興奮地揮鞭追了上去。別跑，那是本宮的。公主慢點！侍衛們急忙跟上。就在公主的馬衝入密林深處的瞬間，一鞭突起，幾道黑影從樹冠上飛掠而下，刀光凜冽，直奔公主而去。領頭的正是瓊瑤，她一身黑衣，蒙着面，眼中殺意騰騰。有刺客護駕！陸景行眼中金光一閃，他等的就是這一刻。他拔出長劍，剛要大喊一聲臣來救駕，衝上去演一出舍生忘死的好戲。然而下一秒，他的動作僵住了。樹林裡突然衝出另一批人馬，個個身穿攝政王府侍衛的服飾，手持勁弩，對着瓊瑤等人就是一頓亂射，箭矢如雨。瓊瑤的手下瞬間倒了一片，但這群攝政王府侍衛並沒有保護公主的意思，反而刀刀致命，似乎是要將刺客和公主一起滅口。陸景行先是一愣，隨即大喜過望。他原本的計劃只是讓瓊瑤留下信物嫁禍，沒想到蕭九淵這麼蠢，竟然真的派人來殺公主，這是真的要造反啊！天助我也！陸景行猛地調轉馬頭，衝向太後和皇帝的御駕，聲嘶力竭地大喊：攝政王謀反！攝政王派人刺殺公主，快護駕！護駕！這一嗓子如驚雷炸響。太後臉色大變，看向身邊的蕭九淵：蕭九淵，你好大的膽子！來人，將逆賊拿下！太後黨羽早已埋伏在側的御林軍聞風而動，瞬間將蕭九淵團團圍住。蕭九淵端坐在馬上，神色淡漠，連眉毛都沒動一下。他看着滿臉猙獰衝過來的陸景行：陸世子，飯可以亂吃，話可不能亂說，我都親眼看見了。陸景行指着密林方向，義正辭嚴：你的人正在追殺公主，人證物證俱在，你還想抵賴是嗎？蕭九淵輕笑一聲。就在這時，密林深處傳來了一陣馬蹄聲，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密林出口。太後已經下令弓箭手準備，只要裡面衝出來的是反賊，立刻射殺。我清冷的聲音先一步響起：陸世子，這賊喊捉賊的戲碼你還沒演夠嗎？在我身後，扶陽公主毫髮無損，而那個所謂的女刺客瓊瑤已經被五花大綁，像個粽子一樣扔在馬背上，全場死寂。太後瞪大了眼睛，手中的佛珠差點捏碎。陸景行更是像見了鬼一樣，眼珠子都要瞪出來了，整個人從馬上跌落下來，指着我哆哆嗦嗦：我什麼？我勒住韁繩，居高臨下的看着他，嘴角噙着一抹冷笑。陸世子是想說我應該已經燒成灰了嗎？沈婉雲。人群中有人認出了我，驚呼出聲：沈家嫡女，她不是死在滅門之夜了嗎？天哪，真的是她，她沒死。我翻身下馬，走到小皇帝面前，跪下行禮：臣女沈婉雲，參見陛下，參見太後。沈愛卿平身。小皇帝顯然也被這反轉驚呆了。我站起身，目光如刀，直直刺向癱軟在地的陸景行。陛下，臣女今日前來是要狀告永寧侯世子陸景行。我從懷中掏出一疊厚厚的信函，高高舉起。陸景行勾結女土匪瓊瑤，策劃綁架王家小姐在先，密謀刺殺扶陽公主，嫁禍攝政王在後，更與賢王暗通款曲，意圖謀逆。這是他與瓊瑤往來的書信，還有他寫給賢王的效忠血書，樁樁件件，鐵證如山。蕭九淵適時開口：呈上來。太監顫抖着接過書信，呈給小皇帝和太後。太後翻開一看，臉色瞬間慘白。那上面不僅有陸景行的筆記，還有賢王的私印，尤其是那封計劃刺殺公主嫁禍給他的信，更是寫得清清楚楚。陸景行！太後氣得渾身發抖，猛地將信甩在陸景行臉上：你還有什麼話可說？陸景行看着那些散落的信紙，腦子裡嗡嗡作響。他猛地抬頭看向我，眼中滿是怨毒：是你算計我，沈婉雲，你這個賤人，你明明已經死了，為什麼還要回來害我？害你！我一步步逼近他。陸景行，是你先害得沈家家破人亡，是你先想置我於死地，我不過是從地獄爬回來，向你索命罷了。來人，把他給我拿下！太后一聲厲喝，為了自保，他必須立刻和陸景行撇清關係。他沒想到這把他用來對付蕭九淵的刀，差點連他自己都捅死。慢着！陸景行突然暴起，眼中閃爍着窮途末路的瘋狂。他深知自己犯的是誅九族的大罪，
若是被抓，必死無疑。此时他離御駕極近，只要劫持了小皇帝，或許還有一線生機。都別過來！陸景行拔出藏在靴子裡的匕首，像一頭瘋狗一樣衝向只有幾步之遙的小皇帝。護駕！太后嚇得尖叫，周圍的侍衛距離稍遠，根本來不及反應。眼看那泛着藍光的匕首就要刺向小皇帝稚嫩的脖頸，找死！一道冷哼聲響起，一直未動的蕭九淵身形一閃，快得讓人看不清動作。陸景行慘叫一聲，整個人倒飛出去，重重砸在地上，口吐鮮血。蕭九淵收回腳，慢條斯理地掸了掸衣擺上的灰塵，眼神冰冷，在本王面前動刀子，陸世子未免太不把本王放在眼裡了。御林軍一擁而上，將陸景行死死按在地上。放開我！我是冤枉的，我是被逼的。陸景行拼命掙扎，髮髻散亂，滿臉泥土，哪裡還有半點曾經狀元郎的風采？他抬起頭，死死盯着我，眼中流出血淚。沈婉雲，我們無冤無仇的，你竟然要把我往死裡整！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看着這張臉，狠！我輕笑一聲，用只有他能聽到的聲音說道：陸景行，比起你前世把我送上別人的床，比起你親手射進我心口的那一箭，這點狠算什麼？陸景行驚恐地看着我，你在說什麼？可能他到死都明白不了吧？為什麼我會知道一切？為什麼我會步步為營？帶下去！蕭九淵一聲令下，堵住了陸景行的嘴，將他拖了下去。等待他的將是天牢的酷刑和秋後的問斬。而那個被抓獲的瓊娘看着陸景行的下場，嚇得當場招供，指認陸景行就是一切的主謀。一場驚天陰謀在獵場上落下帷幕。我站在蕭九淵身邊，看着陸景行被拖下去的狼狽背影，長長吐出一口氣。沈家那些無辜被牽連的僕人，前世那個慘死的自己，終於可以瞑目了。獵場驚變後，御駕回京的隊伍顯得格外沉悶。原本風光無限的永寧侯世子成了階下囚，被鎖在囚車裡壓在隊伍最後。而我這個本該死在滅門之夜的沈家孤女，卻成了最大的功臣。太后坐在鳳辇裡，估計恨得牙都要咬碎了。陸景行是他一手提拔起來對付蕭九淵的，如今這把刀不僅折了，還濺了他一身血。為了堵住悠悠眾口，安撫手握重兵的蕭九淵，他不得不捏着鼻子認栽。剛進京城大門，太後的懿旨就下來了：沈家嫡女沈婉雲揭發逆賊有功，救駕及時，實乃巾幗英雄，特恢復其相府嫡女身份，破格封為昭陽縣主，賜黃金千兩，縣主府一座。聽着太監尖細的嗓音宣讀聖旨，我坐在蕭九淵寬大的馬車裡，嘴角勾起一抹嘲諷的弧度。昭陽縣主，我把玩着那塊剛送來的金牌，太后娘娘還真是大方，這是想用一個虛名把我從你身邊摘出去，好顯得皇家恩寵浩蕩。蕭九淵靠在軟榻上，手裡拿着一盒藥膏，眼神卻落在我手上。過來，他聲音低沉，帶着不容置疑的溫柔。我乖順地移過去，他拉過我的手，指腹輕輕摩挲過掌心那道被韁繩勒出的紅痕，那是之前在獵場上為了勒馬留下的。清涼的藥膏塗抹在火辣辣的傷口上，激起一陣細微的戰慄。馬車內只有我們兩人，外面的喧囂仿佛被隔絕在另一個世界。卸下了所有的防備和算計，一股深深的疲憊感突然湧上心頭。婉雲，蕭九淵一邊給我上藥，一邊看似隨意地問道：在獵場上，你對陸景行說的那句前世索命是什麼意思？我的心猛地一跳，下意識想抽回手，卻被他緊緊握住。他抬起眼，那雙深邃的鳳眼。我沉默了片刻，重生這種事太過荒誕，說出來只會被當成瘋子。可面對這個護着我的男人，我不想再用謊言去敷衍。如果我說，我垂下眼簾，聲音有些飄忽，我做了一個很長很真實的噩夢。夢裡，沈家滿門被滅，我被陸景行送給別人糟蹋，最後被他一箭穿心，死不瞑目。你信嗎？空氣仿佛凝固了一瞬，我有些緊張地等待着他的反應，或許是嘲笑，或許是質疑。下一秒，我落入了一個溫暖寬闊的懷抱。蕭九淵抱得很緊，他的下巴抵在我的髮頂，聲音有些沙啞。我信，怪不得你對沈家沒有留戀，怪不得你對陸景行恨之入骨。他並沒有追問那個別人是誰，也沒有問夢裡的細節，他只是用那種近乎承諾的語氣，鄭重地說道：夢醒了，婉雲，有本王在，誰也不能傷你分毫。那些噩夢裡的事永遠不會發生。眼淚毫無預兆地落了下來，兩世的委屈、恐懼和仇恨在這個懷抱裡終於徹底消散。馬車緩緩停下，外面的侍衛恭敬地稟報：殿下，縣主已經進城了，太后賜下的縣主府就在前面，是否要？不必。我擦乾眼淚，恢復了往日的清冷。那座府邸空蕩蕩的，沒什麼意思。至於沈家廢墟，我搖了搖頭，那片焦土埋葬了太多骯髒，我不想再回去。回王府，蕭九淵替我做了決定，聲音傳出馬車，清晰有力。可是殿下，侍衛有些遲疑，沈小姐如今是縣主，尚未大婚就入住攝政王府，這與理不合，恐怕京中會有流言蜚語。蕭九淵冷笑一聲，掀開車簾，目光掃過周圍探頭探腦的百姓和眼線。本王的王妃不住自己家住哪裡？他轉頭看向我，眼中滿是寵溺與霸道，聲音足以讓整條街的人都聽見。誰敢多嘴，讓他來找本王。原本還想看笑話的人群瞬間安靜了。誰不知道攝政王蕭九淵殺伐果斷，他認定了的人，那就是鐵板釘釘的攝政王妃。馬車再次啟動，徑直駛向攝政王府。我靠在蕭九淵懷裡，心裡前所未有的踏實。入了冬，京城的第一場雪下得格外大。天牢最底層的死牢裡，
陰暗潮濕，空氣中彌漫着腐爛和血腥的味道。我提着一盏琉璃宮燈，身上的狐裘大氅一塵不染，與這裡的環境格格不入。獄卒殷勤地在前面引路，打開了最後一道鐵門。縣主，那犯人就在裡面，這幾日受了刑，腦子有點不清醒，您小心些。我點點頭，示意獄卒退下。牢房角落的草堆裡縮着一個衣衫襤褸、渾身血污的人。聽到腳步聲，他猛地抬起頭，亂蓬蓬的頭髮下，那雙眼睛布滿了紅血絲，透着瘋狂。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放我出去！我是侯府世子，我是狀元郎。陸景行看見我，先是一愣，隨即撲到欄杆上，鐵鏈嘩啦作響。沈婉雲，是你這個妖女，是你害我，是你用妖術害我。他伸出枯瘦的手想要抓我，卻被我冷冷地退後一步避開。陸景行，我看着他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樣，心裡竟然沒有一絲波瀾。看看你現在的樣子，哪裡還有半點曾經那個自詡清高的世子爺風采？是你，如果不是你，我已經娶了王家小姐，我已經平步青雲了。他歇斯底里的吼叫，你明明該死在沈家那場大火裡的，為什麼你不死？因為老天有眼。我將宮燈放在地上，蹲下身，隔着欄杆平視他。我今天來是送你最後一程，順便告訴你一個真相。什麼真相？他眼神驚疑不定。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諷的弧度。你以為林婉她嫁給沈明軒是被逼無奈？住口！不許你提婉。陸景行像是被踩到了痛處，真是可憐。我輕嘆一聲。林婉曾私下找過我，她嫌棄侯府規矩大，更嫌棄你。雖然是世子，卻是個只會讀書不懂風情的木頭。不可能，你在撒謊。陸景行雙目赤紅。還有，我繼續誅心，在他眼裡，你連沈明軒那個廢物都不如。不是這樣的。婉兒她是愛我的。陸景行抱着頭，聲音開始顫抖。陸景行從來沒有什麼妖術，也沒有什麼天意弄人，毀了你的是你自己的貪婪、自私和愚蠢。我站起身，不再看那個縮在角落裡崩潰大哭的男人，好好享受你最後的日子吧。我轉身離開，身後傳來陸景行絕望而淒厲的嘶吼聲。走出天牢大門的那一刻，刺眼的陽光灑在雪地上，晃得人有些睜不開眼。我深吸一口氣，冰冷的空氣灌入肺腑。出來了！一道溫潤的聲音響起。漫天飛雪中，蕭九淵撐着一把繪着紅梅的油紙傘，長身玉立，靜靜地站在那裡等我。他的肩頭已經落了一層薄雪，顯然等了許久，沒有問我說了什麼，也沒有問陸景行的反應。他只是走上前，將傘傾向我這邊，自然地牽起我有些冰涼的手。走吧，帶你去個地方。馬車穿過繁華的街道，停在了京城最高的摘星樓下。我們登上頂樓，此時暮色四合，萬家燈火在腳下依次亮起，宛如地上的銀河。蕭九淵站在欄杆旁，從懷裡掏出一份折得整整齊齊的文書，遞給我。我疑惑地展開，那是一份婚書，紅紙金字，上面已經蓋好了攝政王的私印，字跡蒼勁有力，唯獨女方名字的那一欄是空着的。這是我驚訝地抬頭看他。蕭九淵看着我，江山唯聘太俗，權勢富貴你也不缺。他握住我的手，指尖微顫。本王願以餘生為注，賭你一世歡顏，不納妾，不異心，一生一世一雙人。婉雲，嫁給我可好？風雪似乎都停了。我看着眼前這個男人，從重生那夜的荒唐邂逅，到後來的步步為營，生死與共，他包容了我的狠毒，庇護了我的脆弱，甚至接受了我荒誕的前世。眼眶有些發熱，我接過他遞來的筆，含着淚，鄭重地在婚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好。蕭九淵一把將我擁入懷中，在這漫天風雪和萬家燈火的見證下，吻住了我的唇。大婚前夕，太后終究還是沒忍住，想給我添最後一次毒。早朝之上，太后當着滿朝文武的面，一臉慈愛地對蕭九淵說：攝政王勞苦功高，如今要娶王妃，哀家甚是欣慰。只是沈氏畢竟是孤女，恐難操持偌大的王府，哀家特意挑選了2位世家貴女，賜給攝政王做側妃，也好為皇室開枝散葉。此言一出，朝堂寂靜，這是明晃晃的往我們中間插人，更是想用這2個眼線繼續監視攝政王府。我雖然不在場，但也能想象出太后那副假惺惺的嘴臉。太后娘娘的好意，臣心領了。蕭九淵聲音清朗，回盪在大殿之上。但臣此生只願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若是連這小小的願望都不能滿足，這攝政王不做也罷。太后驚得從簾後站了起來，滿朝文武更是倒吸一口涼氣。為了一個女人，放棄權傾天下的攝政王之位，這簡直是瘋了。坐在龍椅上的小皇帝看着面前的虎符，眼眶微紅。他知道皇叔這是在用這種方式為他掃清親政的最後障礙，也是在向全天下表明對沈婉雲的真心。皇叔，小皇帝深吸一口氣，稚嫩的聲音透着堅定。朕准奏，皇叔對朕的教導之恩，朕沒齒難忘。既然皇叔心意已決，朕便親自下旨賜婚，許皇叔與朝陽縣主一生一世一雙人。太后頹然坐回椅子上，大勢已去。消息傳回王府，我握着那道明皇的聖旨，淚水模糊了視線。大婚當日，京城鋪滿了紅妝，從攝政王府一直延伸到城門口，紅綢掛滿了每一棵樹，每一座樓。沈家已無長輩，按理說我出嫁會顯得冷清，可當花轎停在縣主府門口時，一位精神矍鑠的老者站在了正堂之上，是王太傅。老夫今日便托大做一回婉雲丫頭的娘家祖父。王太傅撫着鬍鬚，笑得慈祥。誰敢說沈家無人？我王家就是他的後盾。為了報答救孫女之恩，
這位兩朝帝師親自為我送嫁，給足了我體面。吉时已到，蕭九淵騎着高頭大馬，一身喜服襯得他愈發俊美無愁。他翻身下馬，一步步走向我，那雙平日裡深邃難測的鳳眼，此刻只裝得下我一人。婉雲，我來接你了。他伸出手，我將手放入他的掌心，溫熱有力，一如那個風雪夜。在萬眾矚目之下，我們拜別了天地，拜別了高堂。禮成的那一刻，滿城煙花齊放，照亮了整個夜空。洞房花燭夜，紅燭搖曳。蕭九淵用玉如意輕輕挑開我的蓋頭。夫人，他低聲喚道。夫君，我笑着回應，眼角眉梢皆是喜意。他俯身吻上我的眉心，動作輕柔的像是在對待一件稀世珍寶。這一夜，芙蓉帳暖，歲月靜好。